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6日，星期六啊。那么又是一个周末，那么5天的交易日已经完成了。这一期呢，还是讲美股啊，讲我的这个$2000挑战。那么今天呢，会讲2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讲一下我这个账户现在的一个情况，对吧？另外一部分呢，如果时间有空的话，多的话，我就再讲一讲特斯拉啊，讲讲这个特斯拉。首先呢，就是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我的账户的这个星期的一个情况。那么上周呢，其实我的视频里面已经说了，对吧？我说我预期的那个这一周啊会有就是下跌，然后呢，我也说了哪些股票会上涨，是吧？那么上周如果看了的朋友啊，那应该也能看到啊，就是具体哪些股票确实上涨了，还是不错的，对吧？那么本周呢，也是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那么我的这个股票的账户呢是下跌了2.12%啊。那么在上一个视频里面，其实我已经说了啊，就是我预计啊这个股票呢会下跌，但是呢我已经就不愿意去卖掉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去买一个别的股票，对吧？就比如说我预计会上涨的一些股票，那么它的这个涨幅，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啊，就这一星期是这样。因为这一星期呢，我预计它的这个大盘啊，它整个的指数并不会就是拼命上涨，对吧？我说这个像谷歌啊这些股票，这些权重股会拖累这个大盘的上涨。那么实际上情况确实也是这样的，就谷歌总体来说，它一个星期啊盘来盘去的，对吧？就最后还是没有上涨啊，它还是比上周是有一点下跌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盘呢它没有上涨，那么这些股票呢它也就大幅度的上涨是很难的，对吧？当然有一些个别股票啊还是表现的可以。那么如果说我去卖掉我原有的股票，我再去买进新的股票啊，首先原有的那个股票的利润你要交税，然后呢你再买进新的股票啊，那再涨几个点你要把它卖掉，对吧？因为后面啊还是就是我是说会没有那么看好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第二季的时候啊，就是我这个视频的第二个季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怎么判断这个大盘它在2025年怎么样会上涨，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对吧？我都说了啊。那么这一期我就不说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第二期视频啊。那么其实现在看下来，对吧？就是这个情况呢，还是这样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就原来可能说好的一些谈判啊什么，最后也就黄掉了，是吧？就是说还是没有一个定数啊。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一直在等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最终会谈妥的，但什么时间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会伴随着，比如说这股市它一直在下跌，跌到一个不行的一个程度了，就觉得影响不好了，那么就会就在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出一个什么样一个好的利好的，对吧？要谈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它拖到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要降息啦就这个事情就算没谈妥，那么后面总有些别的事情谈妥了，比如说别的地方谈好了，或者说要降息了，或者又说别的什么利好了，是说现在它是这样的一种策略在进行一个就是对股市的一个应该来说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拯救因为现在这个股市其实情况应该来说是挺危险的就是在一个很高估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么如果我卖掉那些股票来来回回，反正去掉税再买进新的，又再去卖掉，就是这个之间的得失是没有意义的，对我来讲，因为毕竟这个账户它的资金就已经限制了，就只有这一些，对吧？不是说这个账户是一个很大级别的，那这么操作一番，可能5%个点或者8%个点
也很有意义，对吧？那如果就是不是像我第一次那样就一次性啊就有一个比如说20%，那或者10%几就一天啊，那我肯定我要去这么操作，对吧？但这个它的就是说它这个利润啊没有那么高，而且呢就是动来动去呢也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因为你如果要动要去追逐这几个点的利润的话，那么你是要盯着盘的。你像我现在的话是不盯着盘的，就我不用去看这个盘，我只要每天开盘的时候看一眼，收盘的时候看一眼就行了。我也不看新闻，反正基本上就日常生活当中我该干嘛还是干嘛，对吧？看看书啊，就找找自己的节奏或者休息。那如果说就你一定要去赚这个8个点或5个点，那你就需要盯着盘，因为你买入点跟卖出点同样的很重要，因为它的空间只有这么大，明白吗？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去，就是按照那样的操作，对吧？因为有的网友会觉得很奇怪，哎，当然你知道要跌啊，你不卖出，然后你知道那些股票要涨啊，你不买进，你为什么不去赚这个差价呢？对吧？这个其实也是跟一个投资的哲学，我觉得有关系啊。就如果说你一直那么追逐的这种短期的利润，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就20岁或者说25岁，那个时候你人的弹性很大，就好像你再疲劳啊或再怎么样，你可能一会儿就缓过去了啊。但是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我已经40多岁了，我那么操作啊，我又有高血压，对吧？那晚上也想睡得好，那就你这样的话是不行的啊，因为时间久了，就肯定你的身体先出问题了，对吧？那大家读过巴菲特、读过芒格都知道啊，就是肯定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就你能活到更长寿啊，那你的这个财富才会更多的增长，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投资习惯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现在不去改变啊，那你会一直养成这个习惯，你一直养成这个习惯，那对你未来来讲，就你总会出问题啊。因为我过去我是就是有过这种炒 CFD 啊，或者说炒期货啊，这种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所以我是很清楚的。就那个钱是能赚到啊，也很刺激，但是问题是呢，就是你的身体啊不一定吃得消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对未来的股市的看法呢，还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主要首先是那个大势能不能谈妥，对吧？啊，现在反正看下来又是就是在口水仗嘛，是吧？啊，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利好能不能拖到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悬，我觉得呢就是在明年的上半年，就是除非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很难判断，对吧？你有可能突然就是这样，哎就好了，好了之后啊一口气把这一关给冲上去了啊。那如果说没有好的话，那这种事情就有可能还是要下来啊。那下来的话，就会出来可以投资的一些非常好的买点啊。那我的判断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像这种谷歌啊什么，还是像上次我说的啊，这种股呢我就不太会去碰了啊，因为它的这个估值啊，或者说风险啊各方面啊，对吧？现在都是我觉得存在一定的问题啊。但是有很多股啊，它是现在被低估值的，未来也是非常有机会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接下来呢啊，就再讲一讲这个特斯拉吧啊，特斯拉，因为很多人啊对特斯拉很感兴趣啊。那么我呢也有幸啊，我也特斯拉赚到过一点钱，因为特斯拉$100的时候我买过一次，然后呢涨啊，后来呢就是短期的啊我也做过一次，就赚了差不多30%多的利润吧，就几个星期的时间啊。所以呢，对于特斯拉呢我还是稍微有一点了解啊，因为对于马斯克呢我也是怎么说就经常关注他吧，对吧？那么我觉得谈到特斯拉呢，就要结合到巴菲特一起谈啊，为什么呢？因为巴菲特和特斯拉呢，他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啊，并且呢，就是巴菲特自己也说过啊，他说我不喜欢投资高科技行业，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特斯拉它就特别火嘛，那么记者就去问巴菲特，对吧？啊，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就给巴菲特一个挑战吧，因为巴菲特号称是股神嘛，在那么多年以来一直是无敌的存在，对吧？那么记者也要问出一个难倒你的问题，对吧？那么去问巴菲特，那么巴菲特呢，
当时他一问啊，记者就说啊，你比如说你没投资特斯拉，特斯拉现在这么厉害了啊，你有没有后悔啊，或者怎么样？那巴菲特其实有点尴尬的啊，我看他那个回答，他有点尴尬。他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跟那个就是那个伊隆啊，他说那个伊隆马斯克，他说我们不是一种人啊，他说我们是不同的人，就两种人，两种风格，对吧？他说所以呢，他说他的那个东西，他说我也不懂，所以我就不去投资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也研究了很久，对吧？因为那个后来他们是投资了比亚迪的啊，首先这个就是说不是他不投电动车这个领域，对吧？啊，这个我觉得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说的不懂，我觉得对于股神来讲没有什么不懂呀，是吧？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我去研究啊。那么今天呢，我发现呢，就是像今天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已经是450，大概是50吧啊，$450一股。但是呢，这个特斯拉呢，它在历史最低的时候，它这个股票啊，就$1一股都没有。就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些什么财经人啊，就是评论啊，或者那些估值的，对吧？都说啊，这个特斯拉倒闭了啊。那我的答案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对于特斯拉，你难以去估值。那么对于就是巴菲特这样的投资人呢，因为他一直是秉持他长期这个理念的啊，就是价值投资，对吧？价值投资的理念其实讲的最简单一点，就是捡便宜啊，就便宜的价格去买，就是好的东西，这个就叫价值投资，对吧？但是呢，你对于像特斯拉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因为要知道汽车行业是很残酷的啊，那么汽车行业这么大的一个竞争，你就全球有这么多品牌啊，你日系车、德系车，还有美国自己的车，对吧？那你突然一个，比如说这个马斯克啊，他说我要搞一个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我能够颠覆市场啊，这是一个奇迹啊，这就是未来。然后你去跟人家说，那手里也没几辆车，产能也没有，对吧？你只是比如说有个图纸或有个什么样车啊，你去说我这个东西，然后呢要价也是很狠的，对吧？啊，你不可能，因为马斯克他在之前他已经成功就创造过那个 PayPal， 对吧？他是那个创始人嘛，所以他也是一个就是成功的企业家。那他要价肯定不可能像比如说有些要价很低的人，对吧？他尤其是面对巴菲特这种，对吧？那所以就是巴菲特他是很难去给他估值的啊。就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自己是巴菲特啊，就换成我们自己，就现在有个股票只有1块钱啊，就$1，然后他跟你说这个股以后可以涨到$50啊，然后他告诉你啊，我是做电动车的，未来会有什么样什么样啊，你会相信吗？是吧？就你自己想一想，就是我们换做我们自己啊，就你现在你都不敢去花，就是你现在如果你这个股市里面这么多股票，你看到一个$1的股票，你这个股票要涨到$50，你都不敢相信，对吧？更何况现在已经是$450，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是吧？那么经历过什么互联网泡沫啊，或者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危机啊，还有那个什么次贷危机啊，那像巴菲特这种投资人，他们就是说在这种华尔街也好啊，或者说就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对吧？风浪啊，他经过了那么多，就这种骗子啊什么多得很，他觉得这种事情基本上不靠谱的，对吧？啊，所以呢，就是巴菲特他这种人，他是不会去投资马斯克的啊，这就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就我觉得他没有错啊，包括那个，就以前有一个视频，就是马斯克到中国来，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是联想集团的吧，啊，他说你一天卖多少产品，我们的联想什么电脑卖多少产品是吧？然后说什么广告费投入多少，现在很多人都笑这个人啊，我也笑过啊，就我觉得啊，你看马斯克现在很牛逼了，对吧？你当初怎么这样说话啊，什么什么。
但事实上呢，就是他也没有错的他也没有错的，因为事实就是，如果你自己如果换做我，换做你，你也不会就是在那个公司一辆车也没卖掉几辆，他说我只卖掉几辆车，你敢去买他的股票吗？你敢给他钱吗？这真金白银，对吧？你不是说我们在网上打嘴炮随便乱讲，你这个是要真金白银去投下去的，那你会投吗？是吧？那其实，在这个美国的股市也好，或者说他们这种行业也好，基本上就可能很多年这公司要死掉一大片，就100个公司可能只有1个公司能够生存下来。但是你像这个马斯克的公司，他最后他就生存下来了。但他生存下来，当然了，就这个人确实是个超级牛逼的人，对吧？我看那个新闻里面说，那个他 SpaceX 那个公司也准备要上市了那么他后来比如说又跑到中国去怎么样？就是把这个产能什么合作又搞下来，因为他产能出问题了，他之前造厂什么车都量产不出来，对吧？量产不出来，你这个没产能你搞不了，是吧？所以后来他又中国去怎么把产能就是跟中国合作我觉得这一点中国就是也是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就是我觉得这个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在中国能量产必然对中国的电动车的行业就是能够带动起来，是应该说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这是一个双方就是说互利但是呢又确实是就成就了马斯克然后马斯克呢也确实他成就了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应该说就是他把这种一种双方的这种互换就这种合作，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就很具备历史意义的，就是说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认为就是他很难了，就当时他已经大家都觉得他这公司要破产了如果破产了，那么那个巴菲特也觉得这个很正常我又做的对了，对吧？那么为什么要说到这一段呢？就是因为今天马斯克他的这个股票，他已经达到$450一股了，它比传统的车企是3倍，就估值。就是说，如果传统的车企像做到他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100多是合理的那么超过$100多一股呢，就已经是贵了，对吧？那么它现在已经是3倍了，应该说是一个天价。那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支撑起来？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就是让大家能展开更高的联想，对吧？我怎么就是你总要告诉我个理由吧？就你现在$450一股，那我愿意给你$1000一股，你告诉我个理由，对吧？你能让我想出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呢？现在大家不知道不知道。那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现在又跟老川又和好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他没有跟老川和好，那就很难说他又跟老川和好了，当然跟老川和好也不是说就为了这个，对吧？可能跟什么 Space 什么，我觉得也很有关系。但反正就是他又跟老川和好了然后呢，未来又有可能又有什么故事可以讲，对吧？这个是我们不可能猜到的。我们不可能猜到的原因是什么？就巴菲特他也猜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如果知道，肯定买进去了，现在已经500倍翻好了，对吗？就我们肯定是不会知道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你投资的时候的就你会碰到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你究竟该不该去买？就比如说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特斯拉，它如果回到$100，马上我就买。对吧？因为$100，就像我前面说的，为什么我以前$100去买它？因为它的估值就跟当时那个车企是一样的。那么我认为它有竞争性，对吧？因为它是马斯克，他的 PayPal 他的科技公司，他把这个电动车变成科技公司讲故事或者是干嘛，反正就这个人，我就觉得他值，他比我其他的看到一些什么汽车公司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要值，对吧？这个你敢买？但如果说它超过了这个估值空间，你怎么样说服自己去买一个更贵的一个东西？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要思考的，好吧？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谢谢。